闻佛音，见佛法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天灾人祸，上天掌控，灾难意外随时发生，生命不能重来，生死就在瞬间。之前读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有句话小编一直记得很清楚：老天给你安排的事情一定是最佳选择，凡事顺其自然，比你拼命选择更加重要。如果现在局面很糟糕，别担心，过段时间好运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。小编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广告片，讲到一个老人在椅子上坐着，突然自己的拐杖就掉到了马路牙子的下边。老人家一开始并没有动身准备去拿，后来直接跟在拐杖旁边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谢谢，示意需要年轻人帮忙自己拿一下拐杖。但是年轻人只是对老年人笑脸相迎，轻轻地点头示意，并没有任何行动，依旧看着自己手中的电子屏幕。这个时候，老人脸上一股无奈，一脸的愁容，想不到年轻人会这样对待自己，只好自己动身去捡拐杖。老人步履缓慢地弯腰去捡，虽然脸上不开心，还是捡起了自己拐杖。等到自己回头看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空中的物品从天而降，正好落到自己原来坐的位置上。这个时候，老人十分感谢自己离开了自己的位置，也开始满怀笑意地看着年轻人，跟他说了谢谢。年轻人依然只是给了老人一个笑脸相迎。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非常多，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事事顺心，有时候还会跟我们的计划相违背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，老天这样安排也是有道理的。就比如这次的东航事件，有一个改签的人，因为自己的行程码带着星号，没法搭乘这趟飞机。从表面上看，可能因为疫情耽误了自己的行程规划，也耽误了自己的时间，但是表面的一些糟糕的事情，最后换回来的是这个人的生命。由此看来，有些事情顺其自然最好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反馈可能来的不是这么及时，可能我们需要沉得住气，换个角度思考。其实存在不如意的人生才算是有价值的人生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也总能找到一些真实的因果故事，可谓是吉人自有天相，时事厚德所报。就比如《旧唐书》中记载的裴怀古的故事，他是武则天时期的官员，清廉公正，官民无怨，百姓爱戴，不仅为被诬陷的武将平反，还救了被恶意陷害的出家人。后来裴怀古出使突厥，反被监禁，命悬一线，但幸运的是他逃了出来，偶然间被贵人帮助，得以安全返回国家。再比如《新唐书》中讲的娄师德，武则天时期宰相，著名的成语唾面自干就是因他而来。娄师德的弟弟出任代州刺史时，娄师德问弟弟：我为宰相，你为刺史，我们家太过于显荣，容易招人嫉妒，我们要如何自保呢？弟弟说：从今以后，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，我把它擦干净就算了，绝不让哥哥担心。谁知娄师德听完后，严肃且不高兴地说：这才是我最担心的，人家朝你脸上吐口水，是对你发怒了，你把口水擦了，反而违逆了对方的本意，这只会让人家更愤怒。人家吐你一脸口水，你应该笑着接受，让唾沫自己风干。后来著名玄学家、天文学家袁天罡的儿子袁克师有一次渡江，上船后却又下来了，旁边的人不知何因。袁克师说，船上几十个人全部都是鼻子下面冒黑气，不久将有大难，不能过江。过了一会儿，又看见一个瘸了一只脚，背着东西的人上船。袁克师看到这个人上船后又说，现在可以走了，有贵人在船上，不用担心了。船行江中，果然风浪大作，但却是有惊无险，最终一船人安然渡江。最后上船的那个人就是娄师德。再比如王方义，唐代名将，有一年整个河西遭遇蝗灾，但蝗虫唯独不入王方义任职的宿州境内，其他地方的百姓大多饿死，剩下的纷纷投奔王方义。王方义于是用自己的钱制作水碾，又修建房屋上百间，用以救济保全灾民。这一年，当地还发现了灵芝。有一年，王方义率军进驻隔水，当时水面暴涨，全军不能渡河。王方义沉入祭品，在河边祈祷，随后军队全部安然度过。还有一年7月，
正值炎热之时，王方义率军抵达议和，当时没有船，但一夜之间河面就结冰了。当时人们认为这都是吉兆。世上那些不可思议的巧合，有多少是人心善举累积所致？而那些突如其来的横祸，又有多少是平时严心不端感召？蝇营狗苟之人，未必总会天遂人愿；置生死于度外，往往也有吉人天相。大福报之人，必有大功德。或者说，要想避开天灾人祸，须先积福积德。比如孝顺父母、恭敬长辈、努力修身、谦逊宽厚、助人为乐、捐款布施、读诵经典、行持圣号、救生救命等。如今疫情席卷全球，各种灾祸不断，面对种种苦难，我们能否避开呢？面对突如其来的无常生死大难，我们能否有极大的德行能化险为夷呢？我们是否是那个有福报有德行的人呢？那么现在我们又该如何积福积德？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人深思的问题。但是积德需要靠自己，听闻善法，改习气，破无明，做一个有德行的人。没有人能偷走我们的功德，除非我们自己终止；没有人会损害我们的福报，除非我们自己放弃。财富化不了劫难，只有积德行善才能。大福报之人必有大功德，或者说要想避开天灾人祸，你就必须先积福积德。如何承传中华文化的作者蔡礼旭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：坦白说，没有师长的教诲，我现在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间都是个大问号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29岁那一年，应该是差不多寿命到了，精神很差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都会开到睡着，你不想睡着还是睡着。所以人提升自己的心性，还有积功累德，绝对要趁早。就像你存钱要赶紧存多一点，突然急用了你才拿得出来。你功德要赶紧积累，灾祸来了你才化得掉。你积功累德才积了1000，结果这个灾难是10000，你就化不掉它了。我们看到世间好多企业家，他的财富几百亿都有，结果他家里人生病了，他买最好的仪器，请最好的医师，他的家人还是离开他了。所以财富是化不了劫难的，积德行善才化得了劫难。假如他把花的这些金钱拿去做善事，积功累德，又有什么劫难化不了呢？所以人明不明理太重要了，不明理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从我们自身的人生去感受，29岁那一年，我是好几次在高速公路开车都睡着了，而且都提醒自己，还一直掐自己的脸。幸好路的两旁都有一个灯，那个灯是你的灯照它了，它就会反光回来。所以当我去压到那个灯，突然惊醒过来，恍若隔世。就是说我假如没有醒过来，这个车就偏到旁边去了。其实人这一生能够化解很多的灾祸，往往是什么？父母的福音、祖先的福音，还有冥冥当中多少历代圣贤、祖先这些善神的保佑。真的，我们没看到不是没有。人生不能等待的2件事，孝顺与行善行孝不能等。父母之恩要赶快尽心尽力去回报，百善孝为先，行孝也是行善。为什么行善不能等？人生有吉凶祸福，有没有人这一生只有吉与福，从来没有凶与祸？现在这种人找不到了，在古代可能还找得到。古时候像尧舜时代，人心非常淳朴，可能一生都没遇到恶难。但是现在人与人的冲突太多了，吉凶祸福难免会同时在生命中出现。美国2001年的那起事件，2栋金融大楼瞬间塌下来，请问这2栋大楼里有多少人？太多人了。这2栋大楼是全世界许多连锁金融企业的总部，在其中工作的人的财富都是顶级的，他们昨天可能还享受着一顿5000元的美食，今天却一命呜呼。所以有钱不能化险为夷。我有一位长辈，他的朋友在这栋大楼里足足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迟到过。我们上一辈的人是非常守信用的，比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能坚持做人的原则。可是在9月10日晚上就寝之后，他那位朋友翻来覆去怎么都无法入眠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。早上醒来一看表，要迟到了，早餐都没吃就往地铁冲。当他走出纽约地铁的时候，大楼塌下来了。所以人生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
阎王要你3更死，不能留你到5更。若是你命中真有劫难要降临，而你没有足够的福分，是化解不了的。人生如何逢凶化吉？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及时行善。行善就好比在银行存款一样，今天你存了20万，而这个灾难要你30万，存款不够，所以连命一起赔给他。假如你存了40万，这次灾难要你30万，你就能化险为夷。所以该存的时候赶快存，行善要及时，不能等。多少富贵之人，意外发生时就这样匆匆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彻底领悟，如果事与愿违，那一定是上天另有安排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在某处会有所失去，在另一处一定会有所得。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上天一定有所安排，你只管努力，因为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。请相信你自己，相信时间不会亏待你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